第141章梦魇。疲惫的克莱恩解除了蜜蜂的灵性之墙，让夜晚的凉风带着草木的味道吹在了他的脸上，吹得他清醒了几分。他摩挲着掌中温润古典的封印物30782，在内心由衷的感叹了一句：谁能想到这枚徽章里竟然融合了一滴神血？估计永恒烈阳教会的强者们曾经寻找过，但没有找到。活动了下脖子，克莱恩不敢再尝试别的想法，将变异的太阳圣徽带到了薄风衣的内侧。他顺着链条掏出有枝蔓花纹的银色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一眼，发现距离收尸人弗莱来换班还有1个多小时。我的眼皮需要2根火柴来支撑，这就是作死的后遗症啊！克莱恩没有办法，只好从一格格的小暗袋里取出了一个金属小瓶，拔掉塞子，凑到鼻端。薄荷和消毒水混杂在一块的呛人味道迅速钻入了他的鼻子，刺激的他粒粒疙瘩浮现，精神位置一震，瞬间遗忘了困意。这是他从收尸人弗莱那里学到的配方，叫做克拉格之油，能帮助人对抗腐烂等恶臭味道，兼具提神醒脑的效果。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克莱恩分外煎熬，时不时站起来溜达一圈，好几次被树林里的蚊虫叮咬吸血。终于，他看见高鼻薄唇、黑发蓝眸的弗莱穿着薄风衣，拿着手杖走出了小镇。虽然对方还是一副冰冷阴沉如同活尸的模样，但克莱恩就像见到了救世主，一边捂嘴打了个哈欠，打得眼泪满眶，一边迎了上去，从衣物内侧取下封印物30782。发生了什么事情？弗莱望着队友苍白难看的脸色，主动询问了一句。克莱恩叹了口气道：我昨晚才值守了查尼斯门，今天上午又睡得不太好，所以现在非常困。他没有多提这件事情，岔开话题道：我是4个小时后来轮换。7个小时，队长半夜不需要睡觉。弗莱接过了变异的太阳圣徽，修仙让人快乐。克莱恩无声诋毁了队长一句，告别弗莱，走向小镇。沿着街道靠近旅馆的途中，他随手又拿出怀表，看了下时间，已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快10分钟。真是一个温暖的人啊！克莱恩笑了笑，加快速度回到旅馆，推开了半掩的大门，在老板审视的目光里走上2楼，进入属于他的房间，锁好门，脱掉外套和鞋子。他没有清洗自己，直接倒了下去，倒在了床上。也就10几秒钟的功夫，他的鼻息先是变重，接着悠长而平稳。睡梦之中，克莱恩回到了地球，面前是他还没有玩到通关的游戏。左边摆放着冰镇可乐和香辣鸡翅，右侧是苦笋肉片汤和米饭。他一直不吃苦笋，但非常喜欢用它做材料加肉片煮成的汤。那汤清爽开胃里又有点油脂的勾人香味，用来泡饭相当完美，再配上一碟好的蘸料，他能比平常多吃整整1碗饭。就在克莱恩准备好好享用夜宵，在疯狂玩下游戏的时候，他梦中的场景一下变化，重新呈现为水仙花街2号的内部格局。克莱恩忽然警觉，清醒的知道自己正在梦中。他看见自己坐在餐桌侧方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份停更日报，面前放着番茄牛尾汤、煎小羊排、土豆泥和燕麦面包等食物。他下意识转头望向大门位置，猛地看见客厅对应的凸度窗外立着道人影，正静静凝望着房屋里面的人影。克莱恩吓了一跳，旋即认出那是灰眸幽邃的邓恩。他半张脸贴住窗户，无声地看着里面的人。队长，不要在梦里吓人好不好？这就是你扮演梦魇的方式。克莱恩好气又好笑的想着，拿出汤勺捞了块牛肉放入口中。是我的手艺。他暗自感叹一句，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在梦里清醒，为什么地球的场景会瞬间消失。当有人入侵他的梦境时，他就会自然警觉。就在这时，邓恩离开凸度窗位置，直接推开了莫雷蒂家的大门，披着黑色风衣，安静的走到了克莱恩的对面。他摘掉帽子，轻轻颔首，坐了下来，半点也不客气的拿起刀叉和调羹，用极快的速度将桌上的番茄牛尾汤、煎小羊排、土豆泥和燕麦面包等食物吃了个干干净净。克莱恩呆呆愣愣的看着，弄不清楚队长究竟想做什么。邓恩满足的吐了口气，对克莱恩竖了下拇指，然后拿出烟斗和火柴，陶醉的来了一口，吐出烟云。他站起身，拿上帽子，老派但稳重的行了一礼，迈步离开了莫雷蒂家，离开了这片梦境。克莱恩望着队长的背影，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他低头看了看空掉的盘子，
下意识想要再现刚才的食物。但是这一次，不管番茄牛尾汤还是煎小羊排、土豆泥，都没能继续出现于他的梦中，被彻底吞噬了。这就是梦魇的能力。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无奈的想到，所以队长的目的就是让我在梦里都吃不到夜宵，这还真是噩梦啊！这梦魇扮演的真有创意。他失笑一声，退出梦境，重新再睡。第二天凌晨5点半，不得不早起的克莱恩喝了咖啡，吃了吐司和培根，匆匆忙忙前往小镇外替换了邓恩。7点，他们准时启程往廷根市区返回。不到10点，他们抵达了佐特兰街36号。由精神抖擞的邓恩将封印物3-782放回查尼斯门后，弗莱则坐到机械打字机前，在文职人员还没到位的情况下，亲自书写昨天的任务报告和相应消耗的报销申请。克莱恩旁观了一阵，满意的看见自己用掉的所有材料都被列入了清单，这包括他用来驱蚊驱虫的部分。他没有立刻回家，因为已经用写暗号信的方式约好疯人院的达斯特医生在下午1点，在预定的场所见面。接着还有3点的塔罗聚会。我一个隐秘组织的 boss 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克莱恩无声自语，在职业者休息室里躺了2个小时，补了下眠。对于昨晚获得的那些知识和事情，他并不担心遗忘，这可以用占卜的方法回忆起来。他害怕的是自己忽略了这些知识和事情的存在，连占卜他们的想法都失去。所以他在睡前又于脑海内将种种细节过了一遍，以加深印象。这也是克莱恩每周坚持写总结、梳理各种情况的原因。用过午餐，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戴上帽子离开黑金级安保公司，来到位于佐特兰街3号的射击俱乐部。推开大门，进入招待厅，克莱恩没有直接去属于职业者的那个靶场，而是在大厅找了位置坐下，双手交握住黑色手杖的耐心等待。他与达斯特约定的见面地点就在这家佐特兰街射击俱乐部。而他们约定的方式是写信，当克莱恩需要见面的时候，他会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写信给达斯特·古德里安医生，询问一种叫做人格分裂的特殊疾病。在信里，克莱恩会用各种方式提到观众这个词汇，以此配合隐蔽位置的末点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信里不经意写到的时间点就是见面的时间点。至于见面的场所，在他们第一次的商谈里就已经定好，如果克莱恩觉得该换个地方了，会在面谈里交代的。当达斯特·古德里安想要见面但并不急迫的时候，可以把信寄给猎犬酒馆或者这家射击俱乐部。收信人是霍纳奇斯先生，等待克莱恩定时取走。如果他有紧急情况，那必须直接将信交给猎犬酒馆的老板莱特，而且得提上一句寻找佣兵。这样一来，作为职业者外围成员的莱特会立刻把信送到黑金级安保公司。等待了一阵，1点还差2分钟的时候，克莱恩看见气质相当斯文的达斯特走进了射击俱乐部的大厅。他戴着黑色的丝绸礼帽，穿着合身的燕尾服，手中拿着一根镶银的手杖，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的框架眼镜。达斯特不引人注意的环过了半圈，看见了微微点头的克莱恩，于是收回目光，走向前台，熟练的申请靶场租用枪支。他已经来过这里一次。小型靶场7号，每小时3苏勒，左轮手枪租赁费用每小时1苏勒6便士，含6发子弹。负责接待的女郎迅速弄好了这件事情。等到达斯特确认时间为1小时，并交了10苏勒的费用后，他领到了左轮手枪与额外的子弹，在服务生的引领下进入相应靶场。克莱恩又等待了5分钟，才慢悠悠起身，提着手杖来到小型靶场7号的外面，咚咚咚敲响了大门。吱呀一声，房门裂开了一道缝隙。达斯特先是警惕的探头左右望了一眼，然后才让开了位置。克莱恩立刻闪身进去，反锁住大门。下午好，达斯特先生，他边说边取出10苏勒的纸币，递给了对方。我们不会让外围成员负担见面费用的，因为我可以报销。他默默补了一句。达斯特没有推辞，收下了现金，接着沉声问道：莫雷蒂警官，你这次找我见面是为了什么事情？第142章联想。克莱恩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提读心者配方的事情，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另怀想法，毕竟对面是位观众，不那么容易唬弄。胡德·欧根最近有表现异常的地方吗？他先问起了将达斯特·古德里安发展为心理炼金会成员的那位疯人院病患。达斯特审视着克莱恩的眼神、表情和动作，
想了下道，没有他和以往一样。坦白的讲，我认为他如果想离开疯人院，可以立刻表现得很健康、很正常，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依然待在里面，似乎想尝试着医治好每一位病人。那些或混乱、或狂暴、或思维异常的家伙们有得到一点好转。也许胡德·欧根在用这种方式锻炼他的非凡能力，观众对应的序列期心理医生，也许更高。从胡德·欧根不是担任疯人院医生，而是化身病患潜入，说明他并没有真切掌握扮演法。应该就像达斯特猜测的那样，他在锻炼自身的非凡能力，而这种锻炼接近扮演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魔药的负面影响。于是胡德·欧根就干脆以疯人院为家了。克莱恩坦然展现着自己对胡德·欧根之事有深入的思考，因为这会让达斯特·古德里安觉得他知道很多，了解很多，高深莫测。想到这里，克莱恩也推断出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心理炼金会并未掌握扮演法。毕竟因为至少序列期的强力成员都不清楚这非凡者稀少的时代里，不管在哪个隐秘组织，序列期都至少算得上中层，足以知道某些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能有效帮助成员对抗失控的那种。也是，心理炼金会是最近200-300年，甚至更迟才成立的隐秘组织。没掌握或者说没总结出扮演法很正常，目前唯一明确提出这种办法的只有密修会，而这是历史超过1500年，能追溯到上个纪元的古老组织。咦，女神教会可比密修会还古老啊！光是夜之启示录圣者书信部分明确记载的历史都快3000年了，这还没算上前面的神话传说。这样一个教会为什么没能发现扮演法？这么漫长的历史里，这么庞大的组织中，总会有想法独特的成员无意识或抱着试验心态的尝试各种可能，就像通灵者戴利那样。他们也许没能明确的提出扮演法，但已是从魔药的名称出发，触及了正确的道路，并通过良好的反馈渐渐摸索出了一些东西，如此一代代累积，一个个例子堆放。除非高层都是一群卷毛狒狒，否则不可能总结不出扮演法。克莱恩思绪发散的做出联想，整个人突得悚然一惊。在不懂得扮演法的其他职业者眼里，类似通灵者戴利的人都是天才，是一般成员无法仿效的存在，所以不会有人去怀疑戴利他们的经验为什么难以移植到自身。可是与掌握了扮演法的人心中，这就非常古怪了。克莱恩相信黑夜女神教会的漫长历史里，通灵者戴利绝对不是第一个用类似扮演的方法快速消化掉低序列魔药的成员，他甚至可能排不进前10、前50。这从概率上讲不通啊，除非戴利不是自己领悟的扮演法，有着别人的指点，那就可以说明黑夜女神教会总结不出扮演法是因为旧有路径的缘故，所有的成员都遵循着过往的意志，相信着前辈们的经验，不敢有丝毫叛逆。毕竟一叛逆就往往意味着失控。除了这个解释，还有另外的可能。教会高层因为某些问题隐瞒了扮演法，我得翻下对应的资料，找一找属于女神教会的非凡者快速消化掉魔药的势力，以及弄清楚他们后来的结局。克莱恩凝重的思考着，达斯特看着他的脸色，等待了1-2分钟，疑惑问道：警官胡德·欧根的表现有问题吗？暂时没有，我只是联想到了别的事情。克莱恩微笑回答，将疑虑先抛到了一边。他转而问道：心理炼金会最近有什么行动吗？没有，除了一次交换物品和经验的阿霍瓦郡小聚会。达斯特未做隐瞒的回答。克莱恩轻轻点头道：那你本身的情况怎么样了？达斯特控制着自身的表情道：不是太好，依然经常听见一些呓语，出现一些幻觉。如果我不是精神科的医生，我甚至会认为我出现了类似方面的疾病。说着说着，他的脸色多了几分沉重。我按照胡德·欧根和你的叮嘱，不去在意那些幻觉和呓语，这让我舒服了许多，但他们还是影响了我的睡眠，让我变得暴躁，变得易怒，变得不像是自己，就仿佛体内在成长出一个全新的我，或者可以描述为新的人格。对此我很担忧，也很害怕，或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失控，和我预料的一样，甚至不需要占卜就能预料到。克莱恩早有准备的笑笑道：你不需要担心，你现在已经是职业者的外围成员，有属于你的福利，而作为一个古老的组织，我们掌握了不少避免失控的办法，这不一定100%有效，但绝对能帮助到你。另外，我私人还愿意和你分享我的经验。你要知道，你面前站着的这位先生，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摆脱了幻觉和呓语，
让他们不再出现。你应该从胡德、欧根和其他同伴那里知道了这有多么困难。为了观众对应的序列8读心者，克莱恩稍微自夸了一下，夸得坦坦荡荡。警官，你的话里有谎言，但主要部分是真实的。达斯特突的冷静开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观众真难欺骗啊！克莱恩含笑回答道，不只是我想要得到什么，还有正义小姐。当然，他知道达斯特肯定会以为是职业者小队想要得到什么。如果你的办法确实有效，而你们想要得到的物品或者情报我能够触及，达斯特斟酌着说道，我会预付你福利的。克莱恩坦然说道，我们想要读心者的配方，他不会隐瞒这个魔药配方，将上交给队长，说是达斯特以此换取自身在掌握魔药上的经验，而这个过程中，克莱恩肯定会验证一下配方，不小心记在了脑袋里。另外，用他个人经验换来的配方又能为他积累更多的功勋，到时候加上以前的部分，他甚至可能都不需要再额外忙碌，就可以申请到小丑配方加主要材料，一个配方做2次交易，真划算啊！克莱恩心情转好的想到。达斯特盯着他的眼睛，沉默片刻道，你很坦然，我会努力去获取这个配方，但我不确定这需要多久。如果太过危险，我希望用别的补偿代替。没有问题。克莱恩没打算太逼迫对方，接着就隐晦的描述起扮演法。对抗失控的关键在于魔药的名称，我们必须了解它，明白它的真正含义，而这不是光靠思考就能完成的事情，必须真正去体验。比如，作为一名观众，你就得明白，你只是观众，不是演员，而观众得是什么样子，你需要在生活里去挖掘，去尝试，去总结他的行为准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达斯特听得非常专注，好一会儿才说道，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呵，我更愿意用理论来形容你刚才的话语，这就像戏剧和歌剧演员的对应理论，我会尝试一下，希望有好的变化，如果真能有效，我会竭力去帮助你们获得读心者配方，愿女神庇佑你。克莱恩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他没有附加心理医生这个魔药配方，是因为他知道这属于达斯特目前地位肯定无法完成的任务，对方稍不小心就会暴露，所以他打算慢慢来，帮助达斯特在心理炼金会里一步一步地获得更高位置，那样一来，长远的利益会非常非常丰厚。克莱恩没再停留，先通过门上的孔洞观察了外面，然后快速离开，转向属于职业者的小型靶场。进了那里，锁住房门，他的脸色再次变沉。在刚才对女神教会没总结出扮演法的猜测中，他又联想到了一件被自身忽略的事情。之所以忽略，是因为本该关联在一起的2件事情，由于获取顺序的颠倒，让他没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第一件事情是，安提戈努斯家族是被黑夜女神教会毁灭的。第二件事情是，安提戈努斯家族掌握着占卜家序列，或者至少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克莱恩因为知道2件事情的间隔太久，几乎没把它们放在一块分析，也就忽略了其中存在的诡异。但现在这么一列出来，问题就相当明显了。既然安提戈努斯家族至少掌握着占卜家途径的很大一部分序列，那彻底覆灭了他们的黑夜女神教会怎么可能只得到序列9占卜家？收获的战利品不可能只有这点。光是拿到安提戈努斯家族一本神奇笔记的极公会成员都可以得到小丑配方，那毁灭了整个安提戈努斯家族的黑夜女神教会呢？即使安提戈努斯家族早有准备，将最有价值的事物藏在了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黑夜女神教会也不该只有这么一点收获，他们可是杀了不少安提戈努斯家族成员的，而死人可以开口。第143章愚者牌同声翻译器。克莱恩在小型靶场内来回踱了几步，思考着黑夜女神教会在占卜家序列这件事情上的意图。他们不希望职业者选择这条途径，或者说不希望他们在这条途径上强大起来，因此只是下发了辅助作用明显的序列9占卜家。队长也说过，圣堂可能有后续配方，不，我能看到的保密资料里，他们甚至没有提供对应序列8和序列7的魔药名称，仅仅描述了相应的战斗特征。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希望下面的人知道高层掌握了相应信息。难道所有选择这条途径的职业者都可能变成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复仇恶灵，所以教会高层才做出类似的决定？或者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时之间，克莱恩对黑夜女神教会的高层满是疑虑，有着强烈的戒备和提防，重新考虑起是否要做出特别申请，光明正大地成为小丑。
如果这里面隐藏了什么可怕的秘辛，那我不是自己跳进了火山口吗？我并不是那种可以坦然接受严格调查的人。不过，廷根分部有提交小丑配方，身为占卜家的成员知道了这一点，希望得到晋升，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而且序列8依旧属于低序列，应该不会引来太夸张的关注。唯一的问题是，我只用1个月就彻底掌握好魔药，提交了特别申请。如果高层知道并了解扮演法，一眼就会明白关键。当然，我的理由也足够充分，毕竟我认识通灵者戴笠，与严格遵守格言的窥密人老尼尔是朋友，从中得到启发，更进一步的完成扮演法，不算是太难以理解的事情。就算戴笠也是在序列7通灵者这个位阶待了3年，出现消化迹象，才真正进入高层的视线，被作为未来的大主教和高级执事培养。我在小丑这个阶段肯定不会吸引到太多的注视，除非又在几个月内消化完魔药，让他们确信我真正掌握了扮演法。也就是说，申请小丑魔药不算太冒险的行为，可以继续下去，但之后就要注意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回家再做次占卜决定。克莱恩收敛起思绪，拿出腋下枪袋内的左轮，进行了日常的射击练习和相应保养。这把来自同学韦尔奇的手枪质量出乎他想象的好，不出意外还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也归功于他从邓恩·伦纳德那里学到了枪械的保养办法。其实坏了也没什么，这都是可以申请的物资。克莱恩看了眼靶子，收起左轮，离开了射击俱乐部。他乘坐无轨公共马车返回到水仙花街2号，还未靠近，就看见门口有位少女在徘徊。这少女穿着镶嵌漂亮蕾丝的蓝色长裙，头戴一顶垂下细格薄纱的帽子，正是梅丽莎的同学，有着可爱婴儿肥的伊丽莎白。发现克莱恩靠近，她快步迎了上去，摘掉帽子，一脸的欣喜。他顿了2秒，突的笑眯眯开口：下午好，莫雷蒂先生，我想你一定是刚从拉姆德小镇回来，对吧？很抱歉，我上午就回来了。克莱恩笑笑道。不，我是从佐特兰街回来的。这是非常真实的回答。他在心里好笑的想着。伊丽莎白愣了愣，旋即略显兴奋和激动的说道：好吧，是我猜测错误了。我今天来找你，在这里等待，是想告诉你，我昨晚没在做噩梦啊，没再梦见那个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这和你的占卜结果完全一致。当然，那个怨魂被封印物30782彻底净化了，就连我想当场通灵都没法做到，何况你的梦境。克莱恩轻笑一声，温和回应道：我很高兴你摆脱了困扰，也很满意我昨天的占卜，谢谢你，再次感谢你。好了，我得告辞了，下午还要上课，拜拜，莫雷蒂先生，我会找时间来拜访梅丽莎的。伊丽莎白脚步轻快的离去，在附近上了一辆出租马车，看着马车车窗外缓慢后掠的景象，他的嘴角一点点勾起，得意的想到，梅丽莎肯定不知道他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哥哥，感觉我刚才的解释完全没有作用啊。少女总是愿意相信她的直觉和她脑补出来的事实。克莱恩目送伊丽莎白上车，边摇头边掏出钥匙打开房门，一路回到自己的卧室。他稍作休息，开始梳理和总结前面1周的事情，这包括以往并未解决的部分。做完这项日常，他烧掉纸张，拿出银色的怀表，啪的按开，看了一眼，2点半，再等15分钟。克莱恩见还有时间，干脆穿上最陈旧的那件正装外套，去铁十字街的40面包房，找温蒂太太买了一杯甜冰茶，喝着饮料，悠闲返回。他于2点45分用灵性密封了卧室，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寂静古老的巨大宫殿里，克莱恩在锯线出来的羊皮纸上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应当通过职业者组织获得小丑魔药。放好钢笔，他解下缠在腕部的灵摆，用左手稳稳持握，并让黄水晶吊坠悬在即将接触羊皮纸的位置。默念完7遍，他的眼眸转身，手中的灵摆开始小幅度转动，顺时针转动。答案是肯定，是应当，但小丑之后的序列就很难说了，还是得认真发展我的塔罗会。克莱恩仔仔细细将事情又过了一遍，接着他把手隔空按向了代表太阳的那颗深红星辰。他要提前召集白银之城的那位少年，确认他是否有向6人议事团泄露灰雾之上的事情，如果没有，那就给对方更好的掌握聚会时间的办法。白银之城，伯格家的房间内，戴里克安静沉默的坐在床边，等待着愚者的召唤。
为了履行尽量不与其他人待在一起的事项，他回归后就干脆没有出门，而房间内的食物早就被他吃光了。忍耐着饥饿，听着咕噜噜的肚子鸣叫声，戴里克觉得自己就像徘徊于黑暗荒原上的活尸，但他依旧没有开口，没有起身。就在这时，他看见虚空内有深红弥漫，一下就将自己吞没。灰白、无垠、冷清、寂静的世界又呈现于了他的眼中，端坐上手笼罩着浓郁雾气的愚者又呈现于了他的眼中。克莱恩很满意召集未受到打扰，也确定自身没有获得危险的预兆。太阳，我们又见面了，他含笑用巨人语说道。戴里克再次为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撼，低下头颅道：您是一位守信的愚者，其他成员还需要等待一阵。我先和你确认一件事情。克莱恩这一次改用了鲁文语说话，但给予这片神秘空间将它翻译成巨人语的想法。于是，在戴里克耳里，对方说的依旧是巨人语。他疑惑地问道：什么事情？在我初步掌握了巨人语之后，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可以实现这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了，这样就不担心正义和倒吊人听不懂太阳的发言。哎，我这个大 boss 为什么要这么累？克莱恩伸手捏着额角，摇头笑道：我允许你诵念我的名，记住以下的称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戴里克听得瞳孔收缩，但又不敢分神，一直在心里反复默念，然后才向愚者寻找确认。每次从这里回到白银之城，你都需要用简短的仪式诵念我的名。之后的聚会，我会提前通知你，你平时不需要在意，不用避开别的人。等收到我的告知，在1000次心跳内完成独处就行了。克莱恩说出了斟酌许久的办法，这本质是回应祈求。因为顾虑白银城的状况，并节省时间，克莱恩直接略去了仪式的其他步骤。反正这是向他祈求。1000次心跳，戴里克不像是反问的自言自语道。克莱恩又向对方介绍了塔罗会的大致情况，然后掏出银质怀表，啪的按开。戴里克愣了一下，本能的凝望向那件奇物。看着3点来临，克莱恩将手虚按往了象征正义和太阳的深红星辰。戴里克眼珠没有一点转动的看着这一幕，看到对面和侧方爆发光芒，拉伸出2道模糊的人影。奥黛丽、霍尔环顾半圈，突的愣住，接着便听见了愚者先生那永远平稳般的声音。这位是新的成员，称号太阳，这位是正义小姐，这位是倒吊人先生新的成员。奥黛丽先是一惊，旋即充满欣喜。她非常乐意看见塔罗会发展壮大，很有一种主人翁的精神。倒吊人阿尔杰则微皱眉头，对愚者突然拉来一位新成员有些许不满，至少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声。不过愚者先生这种大人物也确实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他无奈的想到，并与正义和太阳简短问好。而在这短暂的过程里，奥黛丽进入了观众状态，仔细审视起新成员太阳。他的年纪不会太大，那些肢体动作说明他有点紧张和局促，但整个人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沉默，给人一种孤狼。对孤狼的感觉，奥黛丽一边想着，一边将视线投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愚者。他欣喜的开口说道：愚者先生，我又搜集到了2页罗塞尔大帝的日记第144章三方交易，其实有3页，但那些文字太复杂太难记忆了，我现在的极限是2页多一点，再多就会混乱，其他的只能等下次了。奥黛丽默默在心里补充了几句。新的罗塞尔日记。克莱恩精神一振，明知答案的笑着问道：正义小姐，你需要得到什么？奥黛丽的眼睛一下发亮，但却故作矜持的回答：您知道的，我即将消化完观众魔药，我希望能早一点获得独行者魔药的配方，以便提前准备好材料。我知道这2页日记的内容不多，可能无法匹配独行者配方的价值，我还会再给1页，还会额外再支付您一笔钱。他话音未落，突然感觉不对，忍不住在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愚者先生至少是接近神灵的大人物，怎么可能看得上庸俗的金钱？于是奥黛丽没能维持住观众状态，忙结结巴巴的补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愚者先生，我的意思是，您可以指定想要的补偿。对，就是这样，我喜欢你刚才的提议，我会这么回答，等你真正消化完观众魔药，就能得到后续的配方。我有个手下，不得用更有逼格的卷者，正在忙碌着某件事情，刚好需要一定的金钱，这是他的不记名账户，
在贝克兰德银行的不记名账户。这周我会乔装打扮到贝克兰德银行廷根分行办理一个不记名账户。克莱恩没立刻回答，看似高深，实则认真地推敲着自己的话语。贝克兰德银行是鲁恩王国7大银行之一，掌握着清算的权利。鲁恩王国用集中进行票据清算的方式来办理同城银行间的转账业务，但与英蒂斯共和国的同行们不一样，这里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加入这个行列。最大的那7家银行牢牢把持住了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清算银行，让别的银行只能依附于他们。而异地的账户打通只能在同一个银行，通过不同分行的清算来完成。有了蒸汽列车和有线电报之后，这方面的效率提升了不少。就在这时，太阳戴里克·伯格突然开口道：“读心者魔药配方。”后面是精神分析师的读心者。奥黛丽疑惑地望向了他：“你知道？”与此同时，正义小姐用观众的本能品出了问题，对方用的是相应序列期的古称精神分析师，而不是更加现代的心理医生。很奇怪啊，这家伙。奥黛丽再次审视起太阳的一举一动，戴里克丝毫没觉得自己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面，认真回答道：“我能帮你弄到这个配方。”说完之后，他因为暂时拿不出来而感觉心虚，强行解释道：“这是发源于巨龙一族的序列，而我们白银城曾经处于巨人王庭的统治下，你们知道的，巨人和巨龙是死敌，所以这个序列的9、8和7，白银之城都有。我有办法弄到这孩子。亏我之前一直叮嘱他不要乱说话，不要透露自己的来历，结果克莱恩差点想伸手掩住面孔。太阳少年虽然一副很沉默、很苦痛、很成熟的样子，但他真的还只是一个少年。不过倒是让我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原来观众序列最初起源于巨龙一族，难怪正义小姐高贝以后面由星辰组合出来的象征符号是巨龙。白银城的历史保存得很好嘛。克莱恩维持住后靠椅背的姿态，若有所思地听着太阳陈述。其实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就阻止太阳透露这些事情，只要他不帮忙同声翻译，正义和倒吊人听到也是白听，因为根本听不懂。但克莱恩转念一想，觉得这能有效在3位成员心里巩固自身强大神秘的形象，所以就含笑听着，没有发声，没有做多余的尝试。巨人王庭、巨龙彝族、白银之城。奥黛丽听得一阵迷糊，先是看了对面的倒吊人一眼，从肢体动作判断出那位先生同样震惊和疑惑。他忙侧头望向青铜长桌的上手，只见愚者坐在那张高背椅上，浑身笼罩着浓郁的灰白雾气，右肘则置于扶手位置，让掌部悠闲地抵住微侧的脑袋，不惊讶，不奇怪，无思索，无疑虑，只眼含些微笑意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他都知道。奥黛丽和阿尔杰几乎同时在心里做出了肯定的判断。白银之城，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奥黛丽试探着问道。倒吊人阿尔杰则专注倾听。此时此刻的太阳戴里克·伯格也是满脑子的疑问。他看得出来，除了愚者这位也许是神灵的存在，正义和倒吊人明显更接近于非凡者，一定序列的非凡者。而在被神遗弃的地方，除了白银之城的子民，戴里克从未见过其他活人，所以他反问道：“你们不是白银之城的子民，是哪个城邦的？”克莱恩忍不住又想叹气了。奥黛丽嘴唇翕动，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潜藏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想回答类似的问题，就不要随便打听别人所在的城市。正义小姐轻轻颔首，优雅地闭上了嘴巴。很显然，倒吊人阿尔杰也误会了太阳的目的，不知道对方是真正的、单纯的发问，于是也保持了沉默，不发一言。未曾得到回答的戴里克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再提这件事情，转而说道：“我会尽快弄到读心者魔药的配方，我想用它来交换太阳途径的初始序列太阳途径。序列9歌颂者。”倒吊人阿尔杰立刻反问道。太阳戴里克想了下道：“应该是这个，但我对他缺乏了解。”旁观着一切的克莱恩决定出面了，因为他不想再冒被别人抢走生意的风险。他笑笑道：“我想正义小姐应该没有歌颂者的配方，但倒吊人先生大概率能弄到。”见奥黛丽点头，他轻笑再言：“我给太阳一份歌颂者的配方，太阳尽快将读心者魔药的配方给正义小姐，争取在2次聚会内，而正义小姐把新得到的罗塞尔日记给我，这样就完成交易了。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看，
太阳吃亏了，但他还只是承诺，等他真的拿出了读心者配方，正义小姐再考虑怎么补偿他，或者由我来补偿他，正义小姐则提供金钱给我一个卷者。他最近需要做些事情，呵呵，这是因为太阳未必能收得到正义小姐的现金或材料补偿。克莱恩故意在后面加了那么一句，为的是让倒吊人和正义将关注点放到太阳未必能收到补偿的事情上，为的是突出自己的高深莫测，从而使大家忽略掉那位缺钱的卷者。未必收得到补偿，太阳究竟在哪里？南大陆？阿尔杰顿时微皱起眉头，太阳的来历也很神秘啊。果然，愚者先生在现实里也是有手下的。奥黛丽终于看见了成为序列8读心者的曙光，哪还有别的想法？他按捺住兴奋，浅笑道：“我没有意见，我也没有代理课见当场能拿到太阳途径的起始序列。”也是毫不犹豫的点头，根本不在乎后续的补偿。被排除在这起三方交易外的倒吊人阿尔杰则没有发言的立场。虽然他确实能弄到歌颂者的配方，但这同样得等待1-2周。这时，成功将补偿拖延到了下次或者下下次聚会的愚者克莱恩心情不错的将手往前一按，具现出了歌颂者的配方。主材料：结晶太阳花1朵或者1只成年火狮鸟的尾羽或者纵火鸟的尾羽，海妖之石1块或者歌唱葵1朵。辅助材料：仲夏草1根，7月9枝叶5滴，精灵暗叶1片。他将这张配方传到了太阳面前，看见对方先是皱眉，旋即舒展。神器之地的材料名称肯定还保持着古代特色，还好我这个配方是直接从永恒烈阳那里得到的，有标注古名，有各种替代品。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把目光移向了正义小姐。奥黛丽看了眼正默念配方的太阳，忙给予强行记忆下来的2页日记以表达的意念。日记立刻浮现于黄褐色的羊皮纸之上，闪到了克莱恩手中。他与之前一样，立刻开始了阅读。11月3日，玛蒂尔达怀孕3个月了。我现在看那些来自乡下的女仆，都觉得她们眉清目秀。不，我不能降低我的档次和格调。刚好，弗莱斯伯爵夫人邀请我参加一场私密的派对。嘿嘿，11月8日，范艾斯汀大主教有事情找我帮忙。咦，我能帮一位大主教做什么？11月9日，原来序列途径里还藏着这样的秘密。艾斯汀大主教告诉我，成为序列5的非凡者之后，接下来的部分可以与另外1-2条途径对应的序列互相替代，也就是从中序列到高序列这一步开始。但这只限于那1-2条，一旦替换到了错误途径的魔药，半封是最轻的结局，而且后续不可能再获得晋升了。这样可以在序列4开始互相替换的途径有不眠者途径与收拾人途径。教会的通使者途径与窥密人途径也能在高序列彼此替代。第145章合作的请求。某些途径在序列5之后可以互相替换，这和职业者内部的说法可不一样啊！不是选择了一条途径就再也无法改变了吗？不是说走上歧途虽然会获得诡异的、古怪的能力，但也肯定半封，再也无法晋升了吗？这里面竟然还藏着一定的例外。克莱恩看着日记，眼眸微缩。他并不怀疑罗塞尔大帝会在这件事情上瞎编，毕竟那字里行间的惊讶是如此真实，但他不认为罗塞尔获得的消息就绝对正确，对方也有被欺骗和理解错误的可能。此事待验证，先记下来。克莱恩在心里提醒了自己一句，并深入琢磨起这件事情。如果罗塞尔的描述没有问题，那序列途径里的水很深啊，藏着不少秘密。职业者掌握的完整途径是不眠者，相对完整的那条是至少可以到序列4的收拾人，结果他们在序列5之后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其他链条的魔药配方就非常不完整了，甚至只有初始。同样的，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完整途径是通使者，相对完整的是窥密人，他们也能在较高层次彼此替代。有意思，不知道我的占卜家序列可以和哪个途径互相替换？大帝当时一起提到的学徒和偷盗者。占卜家途径很可能是前面5个序列各自提供一种能力，在序列4合一，那么在这一步应该是无法用别的魔药替代的。克莱恩收回思绪，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日记上。此时他发现2页日记看似是连在一起的，但实际内容并不贯通，属于2个时期的记录。这就是后来人临摹抄写时犯的错误。4月9日，永恒烈阳教会、风暴之主教会、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彼此关系恶劣，互相敌视，
而黑夜女神教会与福萨克帝国战神教会水火不容，这些是可以利用也值得思考的事情。4月13日，我参加了那个古老组织的聚会，想不到他们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真是让人胆战心惊啊！原来第2块亵渎石板在这个组织手中，我第一次看见这件传说中的神物。果然，它藏着难以想象的秘密。嘿嘿，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要弄出一块属于我的亵渎石板，不是一组，每块都要蕴藏着一个终极秘密。我猜，大帝，你倒是说那个古老组织的名称是什么啊？你这样我很难受。也许，罗塞尔是出于某些目的，没有或者不敢写下那个组织的名称，哪怕他是在用中文。克莱恩看的又是心痒又是疑惑。不过，从这页日记，他终于确认罗塞尔大帝看过第2块亵渎石板，并在后来仿造他制作了一副纸牌，每一张都对应一条神之途径的纸牌。也许是对应神之途径的终极秘密。不知道这副22张的纸牌如今都在谁的手里？那个古老组织竟然掌握着第2块亵渎石板。克莱恩思绪电转，想到了很多，但他很快就收敛住各种想法，将视线从日记上移开，望向倒吊人、正义和太阳，笑笑道：其实你们可以不用等我，这是我们的荣幸。倒吊人阿尔杰早已收敛了不满，谦卑的回应道。奥黛丽思索了下，浅笑道：愚者先生，您之前描述的那个公开考试选拔事务官员的办法已经得到了国王和首相的认同，即将在上院和下院通过，预计明年年初就会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看来国王和首相还是有大脑的。阿尔杰习惯性的嘲讽道。到明年年初，以班森的智商，以他的勤奋和用功，在文法和会计2方面应该能达到及格线了。不过，只要上院和下院都通过，各家报纸肯定会大肆宣扬，不知道班森的先发优势能维持多久，越早考越好。这么短时间，班森再怎么也不可能胜过各个大学毕业的精英，不过也不需要胜过，他们要竞争的岗位根本不会是同一个。那些家伙眼睛里恐怕只会盯着那个秘书、财政部秘书之类的位置，只微笑颔首，没有说话的愚者克莱恩在心里为哥哥操碎了心。见愚者首肯般点头，奥黛丽的腰背挺得更直了，转而笑道：倒吊人先生，之前你让我确认的事情，我得到答案了。国王已经被首相说服，短时间内不会在拜朗东海岸报复福萨克帝国。我想你应该支付之前允诺的额外报酬了。阿尔杰仿佛在思考般沉默了几秒才道：正义小姐，很感谢你的答案，这让我不用再担心某些事情。你希望得到什么额外的报酬？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都会考虑。奥黛丽早有准备般笑道：心理炼金会的线索，或者读心者魔药配方主要材料的线索。当然，这可以等到太阳将配方交给我之后再去做，没有问题。阿尔杰毫不啰嗦的回答。与倒吊人同侧，但隔了2个位置的太阳戴里克伯格正听得一头雾水，异常茫然，只觉自己能弄懂几乎每一个单词，但连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什么公开考试选拔事务官员的办法，什么国王和首相，上院和下院，什么拜朗东海岸，什么福萨克帝国，什么心理炼金会，他全部不懂。福萨克，词根是巨人的变种，和坠落的巨人王庭有什么关系？戴里克看了看正义，又看了看倒吊人，忽然觉得自己未必和2人在同一个世界。难道在诅咒之地的某处，在距离白银之城很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不止一个城邦，甚至形成了国度？戴里克保持着沉默，安静的旁听，隐约明白了神秘的愚者为什么要说正义给予的所谓现金补偿，自己未必能收到。能将相隔这么遥远的人拉在一起，无视了诅咒之地黑暗深处的那些恐怖怪物。愚者或许真是神灵，古老的神灵。他如是想到。完成了预想所有事情的奥黛丽本来打算做一个安静的观众，但忽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忙又开口道：我最近接触了一些非凡者的圈子，了解到一个叫做 A 先生的强者。愚者先生、倒吊人先生、太阳先生，你们知道他的背景和真实身份吗？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戴里克保持着沉默。A 先生，我只认识系先生，这么相近的代号，难道也是极光会的？克莱恩在心里做着猜想，却没有开口回答。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尽量不做没有太大把握的回答。如果真面临了这种情况，描述也得含糊不清，像个神棍。阿尔杰望了眼愚者，见他平静没有变化，难以猜测真实想法，于是斟酌着开口道：极光会一直在针对风暴之主教会、永恒烈阳教会、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
所以比起其他组织，这三大教会对极光会更加了解，而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不用解释，我知道你是风暴的人，当然也可能是二五仔。不过为什么极光会的仇恨对象刚好是最古老的三大教会？克莱恩微笑不语，平静看着倒吊人。阿尔杰知道自己的序列途径肯定瞒不过愚者，也不是太在意的，继续说道：极光会有5位圣者和22个神使，这些神使以字母为代号，自称 A 先生 X 先生，他们最少也是序列7的非凡者，最强有序列5，都相当善于隐蔽自身。死一位神使会有新的神使代替，我不确定你说的 A 先生是否就是极光会的 A 先生，只能说有很大可能。至于极光会的情况，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奥黛丽听得微微点头，对 A 先生更加戒备。他略有些心疼的开口道：感谢你的回答，倒吊人先生，那个额外报酬，你不需要支付了。不，我希望用刚才的回答和更多的额外报酬，请你帮一个忙。阿尔杰沉声说道。什么忙？奥黛丽疑惑问道。阿尔杰想了几秒道：我收到情报，号称飓风中将的大海盗麒麟格斯秘密上岸，潜入了贝克兰德，不知道想做什么。我希望你帮我找到他的下落，至于后续的事情，就不需要你冒险了。飓风中将麒麟格斯，7位海盗将军之一。奥黛丽眼睛微微睁大，险些保持不住观众状态。成为非凡者之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是接触那些之前只存在于贵族传说里的人物。对，他也是水手途径的序列6非凡者，风卷者，同时拥有一件神奇物品，也可以称为封印物品。他相当狡诈和残忍，你不要试图对付他。阿尔杰郑重介绍道。说到这里，他忽地侧头望向克莱恩道：愚者先生，我是否可以请求你的眷者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我会付出你感兴趣的代价，我的眷者只有我自己。克莱恩以吐槽的方式缓解着情绪，微微笑道：前提是我的眷者刚好在贝克兰德。好吧。阿尔杰有些失望又有些期待的收回视线。